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丈夫生病快死了，但是死之前，他坚持和我离婚。他把名下财产和公司全部给了我，自己分文不留。签下离婚协议书的那晚，他抱着我哭得痛彻心扉。他说，这是他能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。他不想自己死后，我成为别人口中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，这是他生前唯一的愿望。我作为深爱他的妻子，怎么可能拒绝呢？去领离婚证的前一晚，他突发昏迷进了医院，医生下了病危通知，而我直接在放弃治疗同意书上签了字。丈夫没抢救回来，他死在那个滂沱的雨夜。我转身擦掉眼中的泪水，微笑着撕碎了离婚协议书。当晚我叫了殡仪馆的车，趁着天不亮就把他送进焚化炉里，烧成一捧灰。医生向我宣布丈夫脊怀科生命体征已经完全消失时，我的泪水滚滚而下。我忍着悲痛给殡仪馆打去电话。搬运尸体时，我给工作人员每人加了500块钱，让他们对我丈夫温柔一点。我本想再陪他最后一晚，好好和他说说话。到达殡仪馆后，我改了主意。我问其中一位工作人员，能不能把丈夫遗体直接烧了。工作人员捂了捂放着500元红包的口袋，表情有些一言难尽。我们这边火化是早上5点半开始，现在才凌晨3点多，让我老公烧今天的第一炉，我加1万块钱。我面带恳求，说着我把我和季怀科的结婚证、身份证、户口本以及他的死亡证明等证件全部拿了出来。工作人员看看证件，又看着我一脸的真诚，立马点头道：“你等着，我现在就打电话叫老张。”清晨5点半，殡仪馆停车场已经停放了10多辆大巴车和灵车，寂静的空气中隐隐传来悲痛的哭泣声。我拍了拍怀里的骨灰盒，老公，你看咱这办事效率，他们这些人才刚到，我都已经把你烧好了。盒子不会说话，忽然觉得有些难过，很想哭，抬头看了看天空，微弱的光亮正在穿透黑暗，一点点摆脱夜幕的束缚。我低头，泪水洒在骨灰盒上。季怀科，我崭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而你要永远躺在这小小的盒子里了。公婆得知丈夫死讯后，捶胸顿足，嚎啕大哭。在得知他们宝贝儿子已经被我连夜火化后，他们一个翻白眼晕了过去，一个冲上来扇了我2个耳光。我头被打得蒙蒙的，半天都没缓过来。我报了警，公婆也报了。我报警公公故意伤害，打完我耳光后，别人说话我耳朵都听不清了。公婆报警我没有经过他们同意，就私自火化他们儿子，害他们连儿子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半小时后，2组警察分别到了。我这边的警方让我去验伤，如果构成伤害，会追究打人者的责任。公婆那边的警方告知他们，妻子可以全权处理丈夫火化等丧葬事宜，不需要经过父母同意。总结，他这样做不道德，但合法。我把骨灰盒从季怀科的书房端了出来。爸妈，这怀科的骨灰是你们带回去，还是我帮你们送过去？婆婆猩红了眼睛，伸手指着我，颤抖着嘴唇想咒骂我，但她你了半天也没有下文。我把季怀科的遗嘱拿了出来。妈，不是我不想给他安葬，是他自己要求让我交给你们，说让你们把他葬在什么桃花坡的。婆婆终于反应过来，她发了疯一样想来撕扯我。我怯怯地躲到了警察的后面，只露个脑袋。他既然有遗嘱安排自己的后事，你凭什么没经过我们同意就私自火化我儿？我的儿啊，我苦命的孩子！婆婆嚎叫着哭起来，
警察严肃地看向我，接公婆报警的一名警员冲着我训道：“妻子是可以全权处理丈夫后事，但这是在没有遗嘱指定的情况下，你可能涉嫌违法。”婆婆立马止住哭声，眼中又燃起光亮。我把纪怀科录制的遗嘱视频和书面遗嘱交给警察。我丈夫在遗嘱中只安排让我把骨灰交给他爸妈，让他们把自己葬在桃花坡，并没有指定谁火化，也没有指定停放几天再火化。警察仔仔细细看了3遍，又把手机还给了我，然后无奈地冲婆婆点点头。她说的没错，若你们怀疑遗嘱有问题，可以走诉讼程序。婆婆又一个白眼差点翻了过去，人也打起了白子。公公赶紧扶着她向2楼他们平时住的房间走去。警察看着他们背影叹了口气：“你们是一家人，何必闹得这么僵呢？你这个做法确实欠妥当。你换个角度想想，那是他们的儿子，你这样做对他们公平吗？”我沉默无声。公平？他们合起伙来将我蒙在鼓里，当成傻子一样戏弄的时候，有考虑过我的公平吗？发现丈夫纪怀科骗我，是3个月前，他原本已经控制住的肺癌，癌细胞突然扩散了。那晚他咳了一整夜，吐了好多血，直到快天亮才将睡去。我红肿着眼睛，蓬乱着头发，精神崩溃地坐在床边，深深看着他，手指一点点描摹着他俊朗的五官。我拼命压抑住哭声，生怕吵醒他。到医院检查时，发现他大脑中已经长了多个脑转移瘤，医生说手术难度极大。我根本不敢想象丈夫离开这个世界后，我该如何活下去。我和他从大学相识相恋，到今天已经走过整整14个年头，6年恋爱，8年婚姻。他在我30多岁的生命中占据了14年的光阴。纪怀科是在3年前被确诊肺癌晚期的，我陪着他把国内国外的各大医院看了个遍，最后有幸求到京市的一位著名老中医那里。老中医的一纸药方拖住了纪怀科即将进入倒计时的生命。2副药下去，纪怀科呼吸困难就减轻了不少，只是那中药煎煮程序繁琐，有的需提前浸泡，有的需先煎，有的需后下，还有一些名贵药材需要单独煎3、4次，包括药汤的温度和服用时间都有要求。我怕别人做不好，都是自己亲力亲为，每天换着花样给他做各种营养餐，来保持他的体力和免疫力。我把公司的事务交出去，3年来在家全心全意照顾他，唯一的愿望是他能在我身边再多待几年。在我的照顾下，他的身体逐渐恢复，甚至可以和正常人一样作息生活。明明3个月前复查，医生还说控制得很好，可短短数月，我们还是收到了死亡宣判书。医生说他的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，且出现大量脑转移瘤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呆住了，双腿一软跌坐在地上。反而纪怀科很冷静，大概也是佯装冷静。他将我从地上扶起，抱在怀里，他隐忍着情绪道：“阿冉，这一天迟早会来。我已经比医生那时估算的时间多活了3年，现在悬在头顶的刀子终于落下了。我唯一遗憾的是无法陪你到老，这辈子让你一个人走下去，是我对不起你。”那一刻，我想陪着他一起去死的心都有了。回想起那时的心情，说是犹如万箭穿心也不为过吧。话题有些扯远了，还是来说说我是怎么发现纪怀科欺骗我的事情吧。纪怀科拒绝了医生让他尽快入院的建议，说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，坚持要回家。医生开了一堆药，嘱咐他身体如果疼得厉害，可以适当加大剂量，
到家后，季怀科脸色苍白地和我说想一个人静一静，便进了书房。我懂他的绝望和无助，所以没去打扰他，只默默流着泪，像往常一样给他准备营养餐：山药小米粥、混合蔬菜泥、清蒸鱼、牛肉丸豆腐汤。直到很晚，季怀科才从书房走了出来。看得出来，他痛哭过，眼睛和鼻子红红的，脸上还有泪痕，就连说话的声音都沙哑得厉害。我心疼地看着，一时不知道如何安慰。在沉默中吃完晚饭，季怀科说想出去走一走。好，那我陪你一起去。我轻轻和他说，他摇了摇头，态度坚决。江冉，我心里很乱，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好吗？我不会有事的，求求你。他声音悲怆中带着凄凉，我无法开口拒绝。可我怎么放心癌症末期的他一个人出门呢？我摘掉围裙，悄悄跟在他身后出了门。他没有开车，一个人慢慢走出了小区，穿过公园，走进一座以私家园林风格为主的别墅小区。这小区是翠庭玉树，是高端独栋别墅区，比我们住的联排别墅要高出不少价钱。门口的保安似乎认识季怀科，向他热情地打了招呼，然后打开了门。自然，这种高端住宅区我是无法尾随进去的。我指着季怀科的背影，怒声向保安质问：凭什么他来散步你就给他们进，却不让我进？你们是不是有性别那个什么歧视？我张嘴就给他扣上一个大大的帽子。保安小哥嘴角抽了抽，无奈道：姐姐，季先生是这里的业主，您要买这里的别墅，我们也一样热情欢迎您回家。季怀科是这里的业主。我懵了，不记得是怎么回到家中的。当我回过神的时候，我手里已经多了一张行车记录仪存储卡和2个长时间待机的微型录音器。我从不让自己陷入无限的猜忌中，那样只会内耗。既然怀疑，那就去证实。我去季怀科的车里，把他行车记录仪原本的存储卡换下，又把2个微型录音器分别放在他常携带的手提包夹层和他西装的内衬里。想了想，又在网站上下单了可以次日达的迷你无线摄像头，可以手机远程连线的那种。做好这一切后，我身上沾满了汗水，可心底依然泛起层层凉意，凉到我全身都在发着抖。季怀科是晚上7点左右出去的，回来时已经快12点了。我没有开灯，一个人呆呆坐在沙发上。季怀科回来，打开灯看见我后吓了一跳：阿冉，怎么还没睡？对不起，我让你担心了，不该这么晚回来的。我只是心里闷得厉害。所以他向我道歉，然后张开怀抱将我拥住，下巴轻轻摩挲我的头顶，像过去8年那般温柔模样。他身上有淡淡的香水味，和我用的那个品牌香味一模一样，可我没洒香水。他病情突然加重，又咳了一夜血，我哪里还有心情做这些事情呢？实际上，事实永远比猜测想象更具有打击性。这种打击无疑推翻了过去14年我对季怀科的认识，也推翻了我对公婆的认识。我觉得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活在楚门的世界里，就先从季怀科的行车记录仪开始说起吧。这款行车记录仪最长是保留14天的内容，当然有些紧急情况会永久保存。当我把存储卡插进转换器连上电脑时，手心全是汗。我希望一切都是我自己疑神疑鬼，是我的怀疑心在作祟。可当我看到那些画面时，我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季怀科每天出门后，会先去翠庭玉树接一对母女。女人我认识，是季怀科好兄弟公司的行政经理秦梦柔。女人的工作还是他介绍的。
他说秦梦柔是他曾经的高中同学，现在离了婚，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，他帮忙引荐一下。小女孩大概是7、8岁的样子，是实验小学的学生。纪怀科这几天每天都会送她上学，行车记录仪是单镜头，行驶过程中看不到车内的人，但是有声音。女孩对纪怀科的称呼是爸爸，女人对纪怀科的称呼是亲爱的。她甚至还提醒纪怀科，记得及时删掉行车记录仪，如果被他发现就不好了。男人回道：“我心里有数，你放心，他不会查看这些。这几年我生病，他围着我忙前忙后。我和你发消息都是当着他面，他看都不看我对话框一眼，他的关注点全部在我的身体上。他去找的那个老中医给我开的药确实有效，要不是他，我可能活不到今天。”小女孩咯咯笑出声：“爸爸，那她是不是蠢货呀？妈妈经常说她是蠢女人，是给我们全家人打工的牛马。”沉默数秒后，纪怀科笑着嗯了一声。小女孩仿佛得到了鼓励。上次我和妈妈去看奶奶时，奶奶也说那个女人蠢呢。她说要不是看在她有用的份上，肯定要你接妈妈和我回家了。奶奶还说，等妈妈生了弟弟，就让你接我们回家。怎么形容当时的心情呢？我以为我会愤怒，会崩溃，会发疯，或者是想拿刀去杀了他们。可最终我只是含着泪苦笑出声，然后抬手狠狠扇了自己2个耳光。丈夫睡在我枕边8年，可我居然丝毫没察觉到他一直都在骗我，这是我的错。我居然天真到以为这世上真有相濡以沫的爱情，这更是我的错。还有我一直当成亲生父母一样孝顺的公婆，是我给了他们欺骗我的机会，是我没对他们设防，他们才能把我玩弄于股掌之上。那么，该被抽耳光的是我自己。走出了这垂心泣血的第一步后，我的心境也坦然了许多。所以当我看到书房中的微型摄像头拍到纪怀科打开暗格中的保险箱，露出里面黄灿灿的金条、珠宝和一摞摞钞票时，我就显得没那么难以接受了。这些财物我从未见过，更不知道它们的存在，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些东西纪怀科会留给我。难不成他从前都小心翼翼隐瞒着我，临死之前会突然拿出来亮瞎我的眼？老婆，你看，我死之前为你准备的瑟普瑞斯。呵呵，笑不出来。他似乎在纠结如何分配这些财物，在纸上不断地写写画画，在烦躁地撕碎，扔进垃圾桶里。我想，任何人在这个时候可能都会烦躁的。这么多的钱财握在手里，可自己马上就要死了，心中又怎么能坦然呢？我冷冷看着眼前的画面，仇恨一点点溢满心间。这一夜，纪怀科睡在书房里，我表现得很体贴，没有去打扰他。次日大早，他像往常一样出门准备去公司，手里还拎着他书房的垃圾袋。呵呵，如此谨慎小心。他看见空空的餐桌，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摆满营养均衡的早餐，忍不住轻轻皱起了眉。但他并没有任何质问或者责备，反而是关切地看向我。阿冉，今天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我早就和你说过，早上你可以多睡一会儿，不用为了我每天4、5点就起床，我公司楼下吃点就行。我内心翻了个白眼，并没有回答他，而是转身走进厨房，把熬好的中药端给他。小心烫，你身体不好就别去公司了，我们找个靠谱的职业经理人打理公司也是一样。纪怀科接过药碗，习惯性一饮而尽，把空碗递给我时，他摇了摇头。那怎么能一样？趁我现在身体还可以，先把公司事务处理好，我走以后交到你手里，也免得你操心。
我轻轻垂下眼帘，掩饰住眼底的嘲讽。他拿起玄关处的手提包，开始换鞋。就在他即将踏出家门的那一瞬，我开口出声叫住了他：怀科。他回头看向我，带着些疑惑：怎么了？我咽下喉间的苦涩，艰难开口问道：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想和我说的？或者你现在有没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？我定定望着他，目不转睛，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。他握着垃圾袋的那只手不自觉紧了紧。室外闷热潮湿的风顺着敞开的房门扑进客厅，也无法打破此时冰冷的氛围。我给他一个机会，一个向我坦白和解释的机会。如果他敢堂堂正正承认犯下的错并真诚向我道歉，那么看在他快死的份上，我也许会原谅他。纪怀科的喉结滚动了一下，他躲开我的直视，反问我：你是听谁说了什么吗？怎么会突然这么问？见我沉默着没吭声，他接着道：我除了工作，其他时间几乎都是和你在一起，就连我一天上几次厕所你都知道。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你？你如果不信，我可以向你发誓。我抿了下微微发抖的嘴唇，勉强微笑。我什么都没听到，但我怕你心底有什么事情自己硬抗。我想告诉你，不论什么事情，我都可以和你一起承担，不管医生说你还剩多长时间，我都会像3年前一样绝不放弃。他怔了怔，渐渐的眼眶有些湿润。江冉，谢谢你，这辈子娶了你我知足了。你放心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我也不会放弃自己，我会坚持治疗，多陪你一段时间。我看着面前自我感动的男人，彻底失望。那你快去公司吧，记得注意身体。纪怀科点点头，转身踏出家门。随着关上的房门，我的心沉入谷底，但同时也让我接下来的行动更坚定果决，不再有任何的犹豫和纠结。我们和你说的话，你到底听到没有？一道严肃的声音将我的思绪从往事中拉回。我看向对面和我说话的警察。我们能理解你失去丈夫的痛苦，一时行为过激，但是你也要体谅人家父母。现在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你就不要再刺激他们了。年长的警察语重心长地劝我。我辩解：警察同志，我并没有刺激他们，我只是打电话通知他们儿子的死讯，是他们冲到我家里，不由分说打了我。话音刚落，我婆婆刺耳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：什么你的家里？哪里是你的家？这明明是我儿子买的房子，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刚走进房间的婆婆怒气冲冲冲下楼来，那凶恶的目光恨不能将我碎尸万段。平时看惯了公婆老两口老实巴交的模样，此刻乍一转换，我还真有点不适应。这咋还有2副面孔呢？我拿出纪怀科亲笔签字的自愿赠与协议和公证书。妈，怀科没有告诉您吗？1个月前，他把这套房子以赠与的形式过户给我了，协议书在这里呢。婆婆伸手就想来抢我手上的资料。你这协议100%是假的。我儿子之前明明和我们说，只把空壳公司和债务留给你，这套房子和他所有财产都留给我们的，怎么可能给了你？警察原本同情公婆的表情瞬间变了，多了一抹耐人寻味。这套房子，纪怀科原本确实是打算留给他爸妈的，但是谁要他倒霉催的，被我提前发现了他的秘密呢？我再次躲到了警察的身后，无辜道：那我不清楚了，说不定在他心中，你和爸爸加起来都没有我重要呢。他和我说，他这辈子最爱的人就是我。婆婆再次破防了，她嚎叫的声音就像防空警报，张牙舞爪地扒拉着警察，想冲到她身后来撕我。警察厉声制止了婆婆：有事说事，再这样胡搅蛮缠，我不介意带你们去警局好好说清楚。
婆婆讪讪收回想撕扯我的手，公公相对于婆婆就冷静了许多，他恶狠狠盯着我，然后冲警察道：“警察同志，我怀疑是他杀了我儿子，他怕我们发现证据，所以才急于火化，毁尸灭迹。”警察瞥了他一眼，冷声问：“指控杀人可不是这么简单的，证据呢？”公公脖子一梗：“证据当然是你们去查清楚，我如果把证据都给找到了，那还要你们警察干嘛？”警察一脸无语。我转身去季怀科的书房，拿出厚厚的病历以及死亡证明和火化证等。我丈夫3年前就已经确诊胃癌晚期，这是诊断报告。我拿出前3年的诊断单递给警察，又接着道：“不过幸运的是，之前吃药控制住了，但3个月前病情再度恶化，且出现全身扩散。他昨晚在家突然抽搐吐血，我立马叫了救护车。他是在医院经抢救无效去世，而我也是拿到医院3联死亡证明才去给他火化的。”我大致做了阐述。警察翻看着检查报告和就诊记录，怀疑地问我：“按理说，就你丈夫这种身体情况，不应该住在医院里吗？为什么会住在家里？”我眼底闪过嘲讽：“是他自己死活不要待在医院，我和他的主治医生都劝过他无数次。”警察目光依然带着审视和怀疑。我摊了摊手：“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去这家医院肿瘤科去调查一下，他的主治医师高强可以证明。”警察把资料交还我手里，冷声道：“你只需要交代你的事情，至于我们如何去调查，不需要你来建议。”我扁了扁嘴，不再出声。吵吵闹闹2个多小时，经过警察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，我们签下调解协议书。我把骨灰盒交给公婆，让他们带自己的儿子去葬那个什么桃花坡。据说那里是季怀科和秦梦柔第1次亲密交缠、水乳交融的地方。我把骨灰盒放在公公手里：“爸，怀科的骨灰我按照他的遗愿交给你们，今天我就不留你们吃饭了，你们早点回去。他的葬礼我就不去参加了。我最近有些疲惫，想好好休息休息。”我的语调就像说一件家常事那么平静。正在收执法记录仪的警察嘴角抽了抽，看向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怪物。公公把骨灰盒抱在手里后，才恍然意识到儿子已经死去的事实。他顾不得再向我发难，只悲痛万分地把骨灰盒紧紧抱在自己怀里，老泪纵横。婆婆也哭哑了嗓子，直不起身。我双手抱臂，松懈着一只脚，默然看着眼前的一切。在公公婆婆走出门后，我砰的一声直接甩上了房门。返回客厅后，我才发现自己浑身像被卸了力，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。我扶着扶梯，费力地向2楼的卧室爬去，然后将自己重重摔在床上，鼻尖闻到季怀科生前的气息。我阵阵犯呕，不得不起身去了隔壁的客房。很快，我陷入了深沉的梦境。在那混沌的意识中，过去3个月的事件不断重复，撕扯着我本就破碎的心。我痛苦万分，挣扎不已。还记得，当我拿到公司这几年真正的财务报表时，手脚都是麻的，失望如同利刃，直直扎穿我的心脏。整整3年，我为了照顾季怀科的身体，耗尽心血，劳心劳力，渐渐退出公司管理。可他居然在这期间背着我在公司财务上动手脚，制造虚假债务和虚假亏损，公司的资产缩水高达70%，几乎濒临破产。这几年中，他偶尔以公司需要资金周转为由，又偶尔以看病调理身体为由，前前后后从我这儿拿走几百万现金，差不多掏空了我名下所有的存款。我从没有怀疑过他，
14年的陪伴，我们一起经历风雨，我坚信我们是彼此最值得信任的伴侣。更何况，钱财本就是身外之物，纪怀科一个身患绝症之人，又不可能把钱财带进棺材里，他要钱做什么呢？然而，他让我失望的事情远不止于此。自从他的病情再次恶化之后，他就异常忙碌起来。除了忙着搬空我和他名下的财产外，更忙着为秦梦柔母女安排往后的生活。他身上的录音器都帮我一一记录下来。他先是联系保险人员，给母女2人定制了20多份保险，又给小女孩精心挑选了一系列教育资源，并提前支付了费用。他给几位至交好友一一打电话拜托，希望他们能够在他死后帮忙照顾他的父母和秦梦柔母女1、2。他下辈子做牛做马来报。至于我呢，他这样同朋友说：江冉这个人城府很深，工于心计，你们千万不要在他面前说漏了嘴。待我死后，你们最好也彻底与他断了联系，否则一旦被他发现梦柔母女的存在，像梦柔这种心无城府的善良女孩，肯定会被江冉吃的渣都不剩。14年的相处，他当然了解我，因为我和他一起创业打拼时，工作中我总是比他更冷静，手段也更狠厉。谈生意时，我虽面带微笑，言辞温和，却总能迅速抓到关键点，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。即便遇到棘手问题，我也要再三权衡利弊，再做出取舍。我习惯隐藏自己的想法，可对他我是毫无保留，把一颗真心捧给他。可我换来了什么呢？他死之前安排了所有人，唯独对我如此残忍。我猜，大概是因为我上辈子刨了他家祖坟并鞭尸，才能招来他如此的对待。否则，我实在想不通，纪怀科处理好这一切后，突然向我提出了离婚。江冉，我们离婚吧。彼时我刚端着给他熬好的中药从厨房间走出来，闻言我手中的药碗摔落在地，震惊又茫然地看向他。纪怀科盯着洒落一地的汤药，面色微正，他红了眼圈。阿冉，我宁愿你以后是离异的身份，也不愿意你是丧偶。我不忍心别人在背后说你是个寡妇。他将我拥在怀中，灼热的泪水落在我的肩窝，像针刺一般，让我浑身难受。他哽咽道：我死后什么都能放下，唯独放不下你。这些年，你跟在我身边，风风雨雨，从未有过怨言。每个艰难时刻都是你陪着我走过来。所幸我们还没有孩子，以后找一个爱你的人，代替我陪伴在你身边。我纠正他，我们也曾有过孩子，是你不小心碰洒了厨房的油壶，没有告诉我。我进厨房摔倒后流产了，孩子7个月了，而我也无法再生育。纪怀科的身子猛地一僵，抱着我的手臂紧了紧。对不起，当时我一时手忙脚乱忘记了。到现在，我都还清楚记得当时的场景。纪怀科抱着下半身全是血水的我发了疯般冲向医院，在听到孩子没保住，而我也因胎盘剥离大出血，导致以后很难再怀孕后，他痛苦地跪在地上，不断扇着自己的耳光，他的眼泪鼻涕流在一起，跪在那里哭得那样痛，那样悔。离婚后，我把所有财产都给你，但是我想把这套房子留给爸妈，可以吗？我不想你一个人住在这空荡荡的房子里，睹物思人，我怕会放不下过去。不得不说，他为我考虑得多么周全，连他死后，我的情绪都照顾到位了。如果他没有转移财产，如果他没有把早已做空到即将破产的公司交给我，可我注定不会让他如愿了。我不同意离婚，不仅如此，
2天后，我还找了专业审计团队驻扎到公司，要他们帮我核对这几年公司财务的异常。季怀科慌了神，他脸色苍白地向我质问：“江然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突然有审计到我们公司？你怀疑我财务作假？”我温声安抚他：“你想什么呢？我怎么会怀疑你？你死后，我就打算把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。现在当然要做好准备，否则你死了以后，公司一团乱麻，稍微优质的职业经理人都不会接手。我是怕你死后都无法闭眼。”季怀科表情复杂地看着我，似乎很难接受从我嘴里说出的死字。不知道他是不是察觉出我的异常，他近来对我警惕不少。因为最近我总是寸步不离他的身边，哪怕他半夜起床上厕所，我都恨不得在边上掌灯。我当然不是担心他，我是担心他趁我不在他身边，把书房那一堆金条和珠宝转移走了。活该他之前太自信，把我当成傻子戏弄。现在既然被我发现了，我1块钱都不会让他从那里拿走。季怀科的情绪逐渐焦躁起来，常常冲我发脾气，但我只是表现出理解他被病痛折磨才发火的样子。每天不辞辛苦，半夜起来熬药，熬的是什么呢？这里就不细说了，反正是补药，喝不死人就是了。半个月后，季怀科的情绪终于爆发了，他暴怒砸了家里好多东西，歇斯底里吼着要和我离婚。他说这是他死前最后一个愿望，为什么我不能满足他？我沉默了。是的，我那么爱他，怎么会不成全他死之前的愿望呢？我抹着眼泪说，离婚可以，但是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必须要这套房子。季怀科咬着牙不说话，我继续哭，反正打死我都不会搬离这里，大不了到时候我和爸妈一起住在这里。你别想把我赶出去。他眼神透着挣扎，思考了片刻后，他像是做了一个重大决定。我本就是怕你睹物思情，既然你执意要这栋房子，那就给你。爸妈那边我再安排吧。我当即打电话叫来了律师，请他做赠与协议，录制视频并公证。季怀科皱着眉看着我，有必要找律师吗？离婚时我把房子直接分割给你不就行了？何必多此一举呢？我含着泪摇头，这栋房子是我唯一的执念，我不允许有一丝丝变故。季怀科虽百般不情愿，但是为了尽快甩开我，还是勉强同意了。一栋房子而已，在他转移的大量财产面前，这套房子并不值得一提。次日一早，我就开车带着他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过户登记手续。而在他死去的前2天，我刚好领取到新的房产证。离婚协议很简单，季怀科净身出户，所有财产归我，公司也转让给我。不过据我目前所知，除了房子不是负数，其他都是坑，包括他开了3年的 A8 都做了贷款抵押。男人心狠起来，还真是可怕。做好离婚协议的当天，我们直接去民政局预约离婚。拿到受理回执单的那一刻，季怀科眼眶突然红了，他久久看着我，最后愧疚地说了一句：“江冉，对不起。”鳄鱼的眼泪，我恨不得啐他脸上。此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我瞥了一眼，来电显示是孟柔。季怀科按熄了手机，然后借口去洗手间，让我先等他一会儿。我装作毫不知情，在大厅里找了张椅子坐下。我给表哥发消息：“哥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国？”我怕等不及了。表哥回：“我手头项目结束后有20天假期，你再等我最多3个礼拜。”我着急：“我能等，那些金条等不了，你快点，到时候搞出来，我分你一半。”表哥的语音直接打了进来：“小冉，你一定等着哥，最快2周，不，最快10天结束。
我马上回国，这单生意你不可以找其他人。表哥毕业于国际知名大学计算机科学系，要他来帮我破解济怀科的保险箱，实在是大材小用。但是我一时找不到其他可以信任的人。其实济怀科私藏的这些财产本就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我就算是公然拿回来也无可厚非。但是他不是喜欢偷偷摸摸玩刺激吗？我必须配合他。到时候他看见被我偷光的保险箱，吃惊的表情肯定会很好看。大概是我熬的那些中药停补的。济怀科的身体看着一天天好起来，精神也好了不少。中药里有我给他加的医生开的止疼药，也减轻了他身体的疼痛。这也给了他一种错觉，让他觉得会像3年前一样幸运，能再活3年也说不定。这段时间，他出门的次数多了起来。一来我请的审计每天都在查账，他不得不去公司盯着；二来他还要抽时间陪秦梦柔母女俩，不是带他们去隔壁市购物，就是带他们去逛游乐园。甚至有几次，他趁着小女孩上学的时间，还和秦梦柔努力造2胎。有时候客厅，有时候车里，有时候野外。我啧舌，身体都这样了，自己都蹦跶不了几天，还不忘为留下后代努力呢。不理解，但祝福。2周后，表哥终于回国了。在济怀科再一次打开保险箱，放进去几沓现金后，我猜他短期内应该不会再开第2次。当晚趁着他出门，我立马联系了表哥，不到半小时，表哥就破解了这款所谓 B3等级的保险箱。我和表哥分2次搬空了保险箱里的所有东西。我数了数，100克的金条有200多根，500克的金条有几十根，1万元一沓的钞票也有几十捆，还有一些翡翠、钻石、红蓝宝石等拍卖会上买来的珠宝，加起来价值大几千万。这些应该是这几年掏空公司的款项购置的。心真黑。1周后，我拿着审计给我的资料，匿名向税务和工商举报了公司财务作假、偷税漏税。另外，我委托律师帮我收集资料打官司。我的诉求是确认异常债务为虚假债务，追回我的所有损失，并追究相应人员的法律责任。正好趁这个机会，把济怀科养在公司的内鬼一并揪出。济怀科在接受税务和工商的调查后，惶惶不可终日，人瞬间萎靡起来。我知道他怀疑我，毕竟我前脚找了第3方审计，后脚公司就被举报了。但我怎么会承认呢？他再也没心情去找秦梦柔约会了。几乎一天16个小时都泡在公司，也许是想力挽狂澜吧。到了领离婚证的日子，他似乎也已经忘记了。我打电话提醒他，我们冷静期已经结束了，明天要不要抽时间把离婚证领了？济怀科在那边沉默了很久，然后咬牙回了一个字：领。我扯了扯嘴角笑了。这一天他回来得很早，一回来就把自己关进了书房。数分钟后，里面响起了杀猪般的咆哮声。我一动未动，继续刷着手机上的视频。反正他门锁着，我也进不去。不一会儿，书房的门被打开，脸色煞白如纸、浑身颤抖的济怀科走了出来，喉咙里不断发出含糊不清的呜呜声。报警！立马报警！到底是谁偷了我的保险箱？我要把他千刀万剐！哦，这是发现被偷家了。我冷冷看着济怀科，一步步走进他的书房，转着身扫视一圈，书桌上的物品已经全部被他扫落在地，手机也掉在椅子旁边，保险箱被打开，里面空空如也。我捡起地上的手机，默默放进自己的口袋里。我问：这里怎么有保险箱？你在保险箱里装了什么？济怀科一时语噎，
支支吾吾半天。是，我放在里面的公司重要文件。我没忍住，噗嗤笑出声。什么文件值得你紧张成这样？我还以为是金条呢。季怀科愣愣看着我，猛地像是反应过来，眼睛快要喷出火。我敛去笑容，表情冷若寒霜。我走到书架前停下，然后当着他的面，把放在上面第2层的一个大熊猫头耳朵上的微型摄像头拆下。他的面容瞬间僵住，双眼惊恐睁大，呼吸越来越重，像拉了风箱一般。3个月前，这个摄像头就摆在这里了，你没发现吗？蠢货！我笑着，但应该像个恶魔，因为季怀科的表情就是像看到了鬼一样。贱人，你竟然敢监视我！我现在就要报警！他手哆哆嗦嗦摸向口袋，摸了半天还是没找到他要找的东西。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冲他摇了摇，想找手机吗？他眼中满是狠戾，冲过来就想抢，被我一个闪身躲开。他没收住重心，整个人扑到前面，摔在地上，剧烈咳嗽之后，他嘴里喷涌出鲜血，可能是呼吸上不气来的缘故。他的双手扒着胸口，很是痛苦的模样。阿冉，帮我叫救护车！我好痛，好难受。我俯视着他，面无表情。无论季怀科怎么求救，我都不再搭理他。我开始不紧不慢地收拾散落一地的物品，将它们一一摆放回原位。季怀科几次想爬起身，都被我用穿着棉袜的脚踩住肩膀，给他摁了回去。接着我又慢悠悠找出我和他的身份证、户口本、结婚证、遗嘱、离婚协议，管他有用没用，先全部带上。做完这些后，我悠闲地坐在他平时的座椅上，斜睨着像狗一样趴在地上进气少出气多的男人，直到他的挣扎越来越弱，我才不慌不忙拨打了急救电话。进抢救室40分钟后，医生下了病危通知，让我做好心理准备。我准备好了，于是我直接选择放弃治疗，然后淡定地在那张放弃治疗同意书上签了字。停止治疗后，我进去看季怀科，也算临终前的关怀了。他戴着氧气面罩，看见我走近，他立马怒目圆睁，一副恨不得捅死我的模样。但是他已经说不出话了，只能在氧气罩上留下一团团雾气。我俯下身，趴在他耳边轻声道：“真遗憾呐，没办法把你送进监狱了。”季怀科瞳孔骤缩，再次满脸惊恐。我接着微笑道：“保险箱的钱我全部拿走了，你放心，你爸妈养老的钱我会给他们留出来，但是你小情人那边的别墅和车子，还有你给他的一切，我可要全部追回哦。”我温柔地抚着他的头发，像曾经恋爱时那般，让我来猜猜，你有没有和那个小女孩做过亲子鉴定呢？我猜没有，毕竟你们长得那么像。我装作思考一会儿，笑出声。对了，我猜秦梦柔肚子里又有了一个，那就更没有亲子鉴定了。季怀科惊惧地抬手想抓面部的氧气罩，被我用手压住了。所以，怎么来证明他们是你的种呢？不是你的种，又怎么能从我手里分走你的遗产呢？我声音虽小，但是一字一句清晰无比。我轻轻拍着他的手背。对了，你不是和你朋友说我工于心计吗？那我也不能对不起你的评价。可惜往后我对付你情人和朋友的精彩场面你看不到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活下去，你就放心去死吧。季怀科在我眼皮底下咽了气，他死后眼睛睁得很大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死不瞑目吧。想起1个月前拟定离婚协议时，季怀科还假模假样立了份遗嘱。遗嘱很简单，因为离婚协议中他把财产都给了我，自己净身出户。遗嘱只简单安排了自己后事，他让我把骨灰交给他爸妈，
说他想魂归故里，这是他的障眼法，做做样子而已。毕竟真的离婚后，我这个前妻去火化遗体，证件审核就不可能过关。可他千算万算，没算到还没等到离婚他就咽气了。他告诉我，桃花坡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，那里每年春天桃花盛开，他想将自己埋葬在那边。我当然不能如他意，所以火化完从殡仪馆出来后，我直接半路把他的骨灰扬了。他爸抱走的是一堆石膏做出的假骨灰而已，难为我提前半个多月就开始准备，怕引起他爸妈怀疑，在网上找了骨灰图，做了仿真。纪怀科的葬礼还没结束，我一纸诉状将秦梦柔告上了法庭，要求他全额返还纪怀科在我们婚姻内对他的所有财产赠与。秦梦柔傻眼了。开庭的那一天，公公婆婆都来了，公公坐在证人席，秦梦柔几乎都快哭了。我女儿就是纪怀科的女儿，她理应享有她爸爸的财产继承。法官要求出示证据，这里一切都要讲证据，不是你说是就是的。我有证据，我有亲子鉴定报告。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秦梦柔居然真的拿出一份亲子鉴定报告。我像是被人当头一棒，双手紧张到握拳。法官在看了亲子鉴定报告后，却皱起了眉。这份证据无效，属于单方面做的亲子鉴定，无法确定样本来源是否来自于纪怀科本人。我偷偷松了口气。秦梦柔狡辩，虽然是我单方面做的，但是这报告上也显示侵权指数确定99%以上，是生物学父女关系。法官追问，那如何确定父亲的样本来源就是纪怀科呢？秦梦柔被问懵了，情急之下，她手指向证人席上的公公婆婆。纪怀科的爸妈可以给我证明，我生女儿那天他们都去了，还是他妈照顾我坐的月子。胡闹！法官表情严肃起来，这些都无法证明，你还有其他证据要提供吗？婆婆站起身，着急道：这还需要怎么证明？这孩子就是我儿子的，他长得和怀科小时候一模一样，还需要做什么亲子鉴定？我看你就是被江冉那个恶毒的女人收买了，你收了她的钱才会为难我们。你们这种人眼里就只剩下钱了。公公直接扑上去捂住了婆婆的嘴，但法官可不是吃素的，当场叫来了法警，将他们驱逐出法庭。这大半年我几乎都是奔走于法庭，一边追讨公司的损失，起诉纪怀科的狐朋狗友联合他一起做虚假债务，非法洗钱，一边还要和秦梦柔来回在法庭拉扯。前者证据充足，开庭2次都挺顺利的，可秦梦柔这边却死活不愿意归还纪怀科赠送给他的财产。此时他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快临盆了，纪怀科死当爹了。最后法院不得不强制执行。收回别墅和车子的那天，秦梦柔捧着肚子哭得歇斯底里，她大声哭喊着：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我的2个孩子也是怀科的，你怎么就不能好好善待他们？怪不得你生不出孩子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她不断在我身后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我，我看都没看她一眼，径直向车子走去。如果说我眼下爱错人的报应是没了孩子，那么你们的报应就是我。往后余生，我希望他像阴沟里的蛆虫一样阴暗爬行，毕竟他这样的人本来就见不得光。我上车后，司机启动车子，我透过行驶的车窗向外望去，外面的车水马龙不断后退，在渐渐远离。我知道14年爱恨情仇在这里可以结束了。纪怀科番外，爱上江冉是个意外。第一次遇见他是大一那年的冬天，大学校园刚刚下过一场大雪，如梦如幻的。
我去社团时，遇到身穿烟粉色羽绒服的江冉，正费力搬着厚厚一摞社团宣传资料，白皙的小脸因吃力而染上红晕，鼻尖上沁出细细的汗珠。看见我时，他冲着我尴尬地笑，贝齿洁白：“这位同学，能不能请你帮我拿一部分送到活动室？有点太重了。”怎么形容他的笑容呢？像是冬日暖阳下一束花开。我不该心动的。我已经有了女朋友，她叫秦梦柔。虽然她和我不在一个大学，但高考结束的那个晚上，我们已经向对方付出了彼此，完成了亲密关系的跨越。我不能辜负那个满心满眼只有我的女孩，可是我还是很想认识眼前的她。我接过女孩手中大半资料。你好，我叫季怀科。她冲我感谢一笑，温婉道：“季同学你好，我叫江冉。”我喜欢上了江冉，是真的喜欢。我告诉自己，反正梦柔上学的地方距离近1000公里，就算我和江冉在一起，她也不会知道。可我依然在挣扎，毕竟秦梦柔是我的初恋，我一时难以割舍。就在这时，秦梦柔和我发消息分手。她告诉我，她喜欢上了他们学校大3的学长，他们圣诞的时候已经在一起了。她不想骗我，也不想对不起学长，脚踏2只船。说实话，由秦梦柔向我提出分手，我是开心的，这样我少了负罪感。但是男人的尊严还是让我心中无法跨越这道坎，以至于我婚后，他来找我叙旧时，我居然鬼使神差没有推开他。我追了江冉1年，从大1的冬天追到大2的冬天，他终于同意了。那时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好好珍惜他，他那么好，好到照顾我的尊严，恋爱时坚持偷偷给我饭卡充钱，好到他会装作不经意帮我置办4季衣物，好到他不嫌弃我家境一般，义无反顾地嫁给我。他陪着我一起创业吃苦，甚至我们公司的创业启动资金都是他爸爸借给我们的300万，但我还是辜负了他。秦梦柔是在我和江冉结婚半年左右出现在我生活中的。那时他和那个男人刚刚离婚，听说男人家暴又出轨，他不想回老家被亲戚指指点点，所以他来江城找我。那晚我和他喝了很多酒，他哭哭啼啼抱着我，说他以后只有我了，说他对不起我，不该一上大学就和我分手。我推开他，冷冷说道：“我已经结婚了，也很爱我的妻子。”秦梦柔只是满眼含泪：“你娶谁我不在乎，只要你心里能有我一点点的位置，我就知足了。我不介意做你的地下情人。”他回忆高考结束的那个晚上，我们在桃花坡柔软草地上的种种，然后向我吻了过来。我本想再次推开他，可是脑海中却突然不合时宜地想起他那时的青涩与害羞。我昏了头，把他紧紧抱在怀中。2个月后，秦梦柔发消息告诉我她怀孕了，她要我给她一套房，她会一个人偷偷把孩子养大，不会打扰我和江冉的生活。可是她怀的是我的孩子，我怎么能让她和孩子受委屈呢？那时事业刚起步，公司没有那么多收益。为了不让江冉怀疑，我没敢动用自己名下的财产，而是和爸妈商量，把县城的房子过户给了秦梦柔。我和秦梦柔认识多年，爸妈之前知道我们早恋，本就很支持我和他在一起。后来他们看江家家大业大，觉得能对我有所帮衬，表面上也接受了江冉。我当然懂爸妈的心理，不过为了不激化婆媳矛盾，加上我爸妈本身愿意做低姿态讨好江冉，我不会多嘴说什么。人在世上，哪会不有所贪图呢？我妈得知梦柔怀了我的孩子后，很是高兴，不仅没有指责我，反而二话不说把县城房子过户给了秦梦柔。她说这是她的金孙孙，她委屈了谁都不会委屈了梦柔。
而且他们也不止这一套房。婚后，江冉在江城给爸妈也买了套3居室，爸妈本就打算搬到江城了。回想起这些事，我总是难堪的，心口也很窒息，觉得无颜面对2个真心爱我的女人。但是我内心还是觉得对梦柔的亏欠更多一些。我把爱给了江冉，人也陪在她身边，包括妻子的名分也给了她，所以我总是想从金钱上对梦柔弥补一些。公司效益变好，我手里的钱渐渐多起来后，江冉依然不过问我的钱如何分配，她真的给予我100%信任。我会越来越多的给秦梦柔买昂贵的衣物和首饰，也会每个月给她许多零花钱，怕江冉突然查账。我也想过很多说辞，比如说这些东西其实是送给客户的爱人，他总不可能真的去和客户对峙吧。不过我想多了，江冉几乎没有查看过我的私人账户，他连我们共同账户的钱都很少动用，基本都是花自己名下的，这也让我更加肆无忌惮起来。我用爸妈的名义，在我们小区3公里左右位置的翠亭玉树买了套独栋别墅，因为女儿要上幼儿园了，我不能让她在小县城上学。我把秦梦柔介绍到我朋友公司做行政经理，朋友给她开5万1个月，我补给朋友4万。江冉是在我们结婚的第3年怀孕的，也是我查出肺癌晚期的前1年。我和她欣喜若狂，双方的父母也都很高兴。可我没想到秦梦柔会带着女儿直接来家里找我，我吓坏了。她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冒失的行为。秦梦柔在我面前哭着质问，是不是等江冉的孩子出生了，我就不要他们母女了？她说，我妈一直在她面前念叨，如果江冉怀的是男孩就好了，这样季家就有后了，我的公司也后继有人了。我拼命安抚着她，只希望她尽快从我家里离开，完全没有留意到女儿偷偷溜进了厨房。我不知道她去厨房做什么，只以为是小孩子好奇到处转转看看。直到晚上，江冉去厨房接水时意外滑倒，我才发现地面都是油，我惊骇到浑身发抖。此时才意识到是秦梦柔教唆女儿这么做的，可女儿才4岁，她还是个孩子，根本不知道这样做带来的后果。我也不能让江冉发现他们母女的存在，否则我和江冉婚姻就算走到尽头了。最后，我只能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。孩子没能保住，医生说那是个男孩。更令我难以接受的是，江冉从今以后可能无法怀孕了。我跪在江冉面前，不断抽着自己耳光。这个时候，我除了打自己，怎么敢奢求他的原谅？大概是上天对我的惩罚。原本该那孩子出生的预产期，我被确诊出肺癌晚期，我感觉天都要塌了。原本在责怪我，和我冷战的江冉，知道我生病后哭的眼睛都肿了。他不再提孩子的事，而是忙着联系国内外各大医院，带着我到处去治疗。直到最后，他爸曾经的老战友为他介绍了一个京城的著名老中医。老中医已经不接诊了，是江父和老战友求了又求。老人家看在2个人心诚又曾经立过战功的份上，才接诊了我。本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毕竟癌症已经到了晚期了，可病情真的得到了控制，只不过苦了江冉。他每天4、5点就要起床给我熬药，还要换着花样给我做各种营养餐。后来，很多时候我都在想，如果此时我能悬崖勒马就好了。我向他坦白我的无耻和卑劣，跪在他面前祈求原谅。可我一错再错，不知道是不是生病后心态有了变化。每次看见女儿，我总是觉得愧对于她。我开始尽可能多抽时间陪她，甚至经常送她上下学。她以后想起爸爸，
也许会回忆起我爱他的这些片段吧。秦梦柔和江冉不一样，她柔弱，没有主见，父母重男轻女。她如果带着女儿回娘家，他妈和他哥肯定不会接受她。我得为他们母女做好布局，所以我把公司的资金套出，把手里的存款一点点转成金条和现金。我想等我死后分给爸妈和梦柔母女。至于江冉，她有衣食的家境，有爱她的爸妈，就算我不为她考虑，她也会有好的后半生。是我自己把事情做得太绝了。我仗着江冉对我的爱和信任，肆无忌惮地践踏她，所以最后她的反击，我能理解。她一向是雷厉风行的人，如此对我都算手下留情了。只是我放心不下梦柔母女，而且她腹中很可能有了我第二个孩子。哎，如果能重来就好了。死后的第3年，我依然停留在这世间。我看着梦柔和爸妈回了小县城，看着她把2个孩子丢给爸妈，然后和一个二婚老男人结婚了。我看着江冉也交了男朋友，又嫁给了那个男人。他比我更高大帅气，父母一看就是有教养的人，说话温声细语，对待江冉很是真心。江冉漂亮了许多，也胖了些，不用照顾我这个病秧子，她愈发光彩照人。男人紧紧牵着她的手，很是紧张的模样。我顺着男人的目光看去，只见江冉的小腹已经微微隆起，她怀孕了。江冉看向男人，目光温柔缱绻。我说了，我一个人去医院产检可以的，你去忙单位的事，我不用你操心。那怎么行？所有的事都没有你重要。这样的眼神，他曾经也用来看过我。不过我死的时候，他看向我的眼神只剩下恨和厌恶。我以为即便他是恨我怨我，也是好的，起码他心里放不下我。可他很快走了出来，活得真诚而热烈。他没有因我的欺骗而怀疑所有人，他依然敢大胆去爱，去被爱。他真的很好。我胸口一阵抽疼，眼眶酸涩的厉害，可是灵魂没有眼泪，知道他过得幸福就好。至于我，就只能在这世间做一缕孤魂野鬼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